嫁进这个家3年，钱秀凤把我家冰箱搬空了7次，7次，我数过的，每一次都记在心里。刚结婚那年，我天真的以为婆媳关系靠诚意就能维持。我每个月把大半工资交给家里，买菜做饭，打扫卫生，逢年过节给公婆买礼物，生病了也坚持做完饭再去躺下。我以为我够了，足够了。可钱秀凤不是这样看的，在她眼里，我是大儿子带回来的工具人，我挣的钱理所当然要拿出来贴补她心疼的小儿子家。第一次是扫地机器人，她说弟弟家需要，我没说什么，当作孝心。第二次是我妈寄来的土特产，她说尝个新鲜，我以为只是这一次。第三次是我攒了2个月才买的体检卡，她说她身体不好。第4次是我爸托人带来的好酒，说是给亲家尝尝。第5次是我买的保暖衣，说弟媳坐月子冷。每一次江泽阳都说都是小事，算了算了，一家人。我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，可那天我下班回家，打开冰箱那一刻，我知道我再也忍不了了。冷藏层空的，冷冻层空的，角落里只剩几块老姜。我买的法式鹅肝1盒1600，我订的松露刺身提前预定了整整1个月，我舍不得动，一口都没吃，全被他拿走了。给小儿子家，他说弟妹和孩子想吃。我站在那个空冰箱前，手攥着冰箱门的边框，手心里是凉的，那种凉从指尖蔓延到心里。我拿起手机给江泽阳打了电话，他接电话的声音明显心虚。我在外面有点事。我平静地问他冰箱里的东西去哪了。他沉默了半天，才挤出几个字：我妈来了，拿去泽峰那边了，说弟妹和孩子想吃。我没说话，挂了电话，靠在墙上，心里跟冰箱一样空。3年了，我不知道自己忍了多少次，忍到连数都懒得数了。但今天我数了7次，每一次江泽阳都说都是小事，让我多担待。每一次我都咽了下去，因为我以为忍一忍，婆媳总能磨合的。可今天我才明白一件事，对某些人来说，你的每一次忍让，都只是在告诉他，你还可以更进一步。够了。1个小时后，江泽阳回来了，提着超市的袋子，里面装了螃蟹，就好像这样就能把事情接过去一样。我坐在沙发上，从他进门就看着他。我数给你听。我一件一件说，声音很平静。扫地机器人、体检卡、妈寄来的特产保暖衣，那瓶爸爸特意托人带来的好酒，还有今天法式鹅肝、松露刺身。7次，3年7次。江泽阳被我说的抬不起头，却还在嘟囔都是小事，让我多担待。我心彻底凉了。我拿起包站起来，从今天起，水电煤气、买菜做饭全由你负责。我的声音比我想象的还要平静。我的工资我自己存。江泽阳急了，你这叫 AA 制，我们是夫妻。在你妈眼里，我算你的妻子吗？我不等他回答，关上门走了，在外面吃了碗面。江泽阳的电话打了一遍又一遍，我以为我们的小家是温暖的，原来全是我一厢情愿。10点多我回家，江泽阳坐在沙发上等我，饭菜凉了，我不在乎了。从决定反击开始，我就知道这条路不好走，但有些裂缝早就该撕开了。第2天，钱秀凤打来电话，一开口就命令我买排骨大虾、整鸡，语气比以前更凶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妈，我没钱。电话那头沉默了1秒，然后是劈头盖脸的骂声。我挂了。晚上，江泽阳拿到了信用卡账单，他花了15000块买齐了他妈要的所有东西，排骨、大虾、整鸡全部搬回了家。我看了一眼那些食材，什么都没说。接下来几天，江泽阳自己瞎忙活，买的对联贴得歪歪扭扭，零食全是薯片饼干，苹果也挑了最便宜的。他在跟我赌气，我全程不管不问。过节了，婆婆要的食材在灶台上摆着，她以为我会像往年一样老老实实进厨房做饭，但这一年不一样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听见客厅里传来钱秀凤的声音：泽峰啊，你哥家那冰箱放着也是浪费，你嫂子又不做饭，等一下你开车来，把剩下那几样东西都搬到你们家去。我站在卧室门口一动不动。第8次，他真的打算来第8次。就在这时，江泽阳推开卧室门走进来。婉宁，就这一次，让我妈把东西拿走，我以后一定跟她说清楚。我看着他，3年了，我听了多少次，以后一定说清楚。就在这时，手机亮了，是婆婆发来的语音消息。我点开，放了出来，声音很大，江泽阳在旁边也听见了。
这两儿媳妇都不好用，让他们分别搬出去，房子在名下，说走就走。语音还没放完，他发现发错人了，立刻撤回了，但来不及了，我已经截了屏。节日当天，我换上了那件红大衣，买了2年，一直舍不得穿，怕被婆婆说浪费。今天穿上了，补好口红，照了照镜子，我给妈打了电话。妈，我回来吃饭。妈说好，烧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我出门的时候，江泽阳正在厨房，看着那堆排骨、大虾、整鸡发呆。你去哪？你不做饭？谁买的谁做？我推开他就走了，身后是他愤怒的声音，我没回头。回到温泉街，宋家妈做了满桌子好吃的，饭菜热腾腾的，一家人说说笑笑，我才知道原来安心是这个味道。吃饭吃到一半，钱秀凤打来电话，骂我不懂规矩，让我立刻回去做饭。我平静地说，妈，我们家冰箱是空的，我拿什么做饭？说完挂掉，拉黑。爸妈听我把事情说了一遍，爸说你别怕，你后面有我们。我穿上红大衣走出温泉街，宋家身后是热的，身前有一场硬仗在等我。钱秀凤，我回来了，这次我不会再退让。一进门，客厅里静得出奇，钱秀凤、江建国、江泽阳3个人坐在沙发上，脸全黑，沉沉的。我买的那些食材堆在灶台上，一动没动。钱秀凤第一个冲上来，你还知道回来，不去买菜做饭，想饿死我们？我没理他，直接走进厨房，里面空空的，冷气吹在脸上。我回头对着他无辜的笑，妈，冰箱是空的，我拿什么做？那灶台上那堆不是菜，你眼瞎？那是江泽阳买的，谁买谁做，他买的。我看都没看他，继续对着钱秀凤笑。妈，你不是一直教我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？是啊，那你还计较谁买谁做？对，我就是记着你这句话，才什么都没买，什么都没做。我买的慕斯蛋糕，你说一家人拿走了；我买的法式鹅肝，也说一家人拿走了。我们家的食材都搬去泽峰那儿了，这不就是说今年我们去弟弟家过节吗？钱秀凤脸色一阵红一阵紫，张着嘴说不出话。我用的全是他自己的道理，他一句也反驳不了。妈，我们现在就去弟弟家，这次我不会再退让。客厅里僵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上了车。车上气氛比冰还冷，我坐副驾，悠闲看窗外的烟花。江泽阳死死握着方向盘，后座2座火山随时要喷，上面灯火通明，还有笑声。我们4个人贴着脸进去，我按了门铃。林苏开门，抱着孩子，笑容立刻僵住了。餐桌上乱七八糟，明显刚吃完。我没舍得拆的慕斯蛋糕少了一大块。江泽峰从餐厅出来，嘴里还嚼着东西。钱秀凤立刻像女王一样走到餐桌旁坐下，把包狠狠一摔。吃什么吃？我们都饿着呢，还不快去热菜，添碗筷。妈，我们都吃完了，厨房没菜了。妈，心疼你们，把我们家冰箱里的东西都搬过来了，所以我和你哥、爸妈今晚都指望你们这顿饭了。林苏脸色发白，一眼就明白了怎么回事。江泽峰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嘴里半天挤不出一句话。妈，那我们一顿就全吃完了。这话等于承认了，搬空了嫂子家，还一顿吃光了。林苏委屈地看着他，眼泪快出来了。战火已经转移了。客厅里的局越来越难看，钱秀凤撸起袖子要自己进厨房。江建国突然开了口：“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给我回来！”这一嗓子，整个客厅瞬间安静。为了吃口热饭，把大儿子家搬空，大过节带我们来小儿子家大秋风，我们的脸被你丢尽了。丢人的是他，都是他逼我的。林苏抱着孩子，默默退进了卧室，把门关上了。不用了，弟，我们走。江泽阳架起钱秀凤往外拖，钱秀凤尖叫挣扎，江建国阴沉着脸跟在后面。我走在最后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卧室门紧闭。回到车上，气氛比来时更沉。钱秀凤低声哭，不停骂我。江建国闭目靠着，一声不吭。车开到半路，江泽阳突然停下来，他在方向盘上哭了，压抑的无声的哭。钱秀凤的哭声停了，不知所措。文啊，你怎么了？江泽阳抬起头，红着眼睛，透过后视镜看着他妈。妈，你把我的家毁了。钱秀凤浑身一震，张着嘴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回家还是那个冰冷空荡的家。江泽阳开了灯，江泽阳让公婆先坐。宁，我们谈谈。泽阳，你别欺负他。妈，你先坐下，今天这个家必须有个了断。我们4个人再次坐在客厅，这次局势完全反过来了，不再是他们审我，而是我的主场。江泽阳坐在我身边，江建国捏着没点的烟，眉头紧锁。钱秀凤像斗败的鸡，眼神里全是怨毒。爸妈，我和宁有2个选择。我没想到他已经准备好了，还主动站出来。选择，你倒听听。江泽阳没理他，伸出一根手指。第一，我和宁离婚。这话一出，客厅空气凝固了。江建国手里的烟掉在地上，钱秀凤猛地瞪大眼睛。我也意外地看着江泽阳。离婚是我最坏的打算，他却放在了第一位。房子是宁的婚前财产，归他；车是我婚后买的，归我。没有孩子，存款1人1半。离婚后我跟你们住，宁以后和江家再没有任何关系。钱秀凤每听一句，脸色就白1分。她怎么也想不到，一向孝顺的大儿子会主动提出离婚，还这么偏向我。钱秀凤开始尖叫。你疯了？为了一个外人，连爸妈都不要了？江泽阳眼神平静到可怕。对，因为这个家已经不是家了，变成了你满足私欲的工具。我夹在中间，里外不是人。江泽阳又伸出第2根手指。第二，我们不离婚，但必须定规矩。第1条，把备用钥匙交出来。第2条，家里财政由宁全权负责，工资卡下月起交给他。第3条，每月2000生活费。第4条，你必须跟宁正式道歉，为今天也为过去3年。做不到任何一条，我们就选第1条。明天早上9点，民政局见。你这不孝子，我不可能道歉。江泽阳没跟他吵，从抽屉拿出结婚证和户口本，放在茶几上，推到钱秀凤面前。妈，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是通知你路，我给你了，怎么选随你。他拉起我的手，今晚钱秀凤和江建国要做出选择了。江泽阳带我去了城南悦居，房间暖和安静，和家里完全是2个世界。他给我倒了杯热水，坐在我对面，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。宁，对不起。这3个字他说过很多次，但这一次最沉重。我每一次和稀你，每一次让你忍，都是在默许我妈伤害你，把你从我身边推开。宁，我错了，错得离谱。这是他第一次不为他妈辩解，看见自己作为丈夫的失职。那第2个选择，为什么定那些规矩？因为我不想放你走，那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能留住你的方法。这次我永远站在你这边，不是暂时的。他们不接受，我们就离婚。我没给自己留后路。我沉默了，在想这份迟来的醒悟。这时手机响了，陌生的座机号，是江建国，声音疲惫，像老了10岁。婉宁，是我。你和泽阳明天早上回来吧。你妈同意了，那把备用钥匙，明天我亲自交给你。我和江泽阳退了房，回了玉兰里。一开门，客厅被打扫过了，茶几上的结婚证和户口本都不见了。钱秀凤和江建国坐在沙发上，钱秀凤眼睛又红又肿，满脸委屈和恨。江建国一看就是一夜没睡，眼窝深陷。我和江泽阳在他们对面坐下，没有人说话，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。过了好半天，江建国站起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，颤抖着手走到我面前，递给我，手都在抖。以前是我们不对。我伸手接过来，那串冰凉的钥匙握在手心里，却特别踏实。谢谢。江建国坐回去，用胳膊肘碰了碰钱秀凤。钱秀凤身子一僵，抬起头，眼神毒得很，嘴唇抖了半天，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江泽阳冷冷地叫了声妈，就一个字，却是警告。钱秀凤又抖了一下，憋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对不起。说的勉强，一点都不甘心。我看着他笑了笑，不用这么勉强，要是觉得委屈，这个歉可以不道，直接去民政局就行。我把钥匙推回茶几上，就放在之前放结婚证的地方，意思很明白，要么真心道歉，要么离婚。钱秀凤脸色一下白了，她没想到我赢了还不肯松口，当场尖叫。你欺人太甚。我语气很平，这不是欺负，是尊重。你错在把我的付出当理所当然，错在随便动我的东西，错在打着一家人的旗号，自私自利。这个歉是给被你伤了3年的我道的。我的话戳破了他所有的伪装，他张着嘴说不出话。江建国闭着眼，一脸痛苦，沉默了很久。最后钱秀凤彻底崩了，看着我又恨又怕，终于知道我不是以前能随便拿捏的人了。他哭着跟我道歉，说不该拿东西，不该偏心。
虽然不真诚，但总算认了错，这就够了。我接受你的道歉。接着，江泽阳从口袋里拿出工资卡，当着钱秀凤和江建国的面放在我手心里。以后这个家您说了算。我接过那张卡，这场争家里主导权的事总算结束了。钱秀凤和江建国像打了败仗的人一样。钱秀凤走到门口，门关上，家里只剩我和江泽阳。打扫一下，把那些食材全扔了。江泽阳拖地，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。阳光照进屋里，照着这个好不容易保住的家。第一高潮就这样结束了，但我预感钱秀凤不会就此罢手。我掌握了家里的钱，第一件事就是做预算，房贷、存款、日常开销、给公婆的生活费，还有我们自己的零花钱，每一笔都安排得清清楚楚。江泽阳也变了，以前回家就躺着，现在主动扫地拖地。他学着做饭，味道不怎么样，但态度很认真。有一次他煮了一锅汤，不知道是糊了还是咸了，我喝了一口，说凑合。他嘟囔着说下次改进，转身去厨房再试。我忍着没笑出声。我们的话多了，会聊工作规划，会一起讨论周末去哪吃，跟谈恋爱时一样，甚至比那时还好。公婆从那天起没有主动来过，备用钥匙交出去了。他们也知道不能随便进门。那一段日子是我嫁进来3年最安静的时光，可安静不会是永远的。有一天，钱秀凤打来电话了。那个电话说身体不舒服，要多要点钱买保健品。我接过来，语气平静：妈，生病就去医院，医保报完之后我们出自费部分，保健品不治病，家里预算没有这项。电话那头沉默了3秒，然后是不高兴的挂断声。我把手机还给江泽阳：没事吧？没事，该怎么说就怎么说。没过多久，钱秀凤又来了一个电话，这次是拐弯抹角说江泽峰想换车，差点钱，语气还是那种用孩子感情绑架的方式。江泽阳直接接话：妈，家里的钱您管，这事我做不了主，你找他说吧。电话那头的气息变了，停顿了一下，挂断了。江泽阳看着我，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笑。从那以后，钱秀凤的电话少了很多，偶尔打来，要么是客气几句，要么就是无话可说，眼神里有点说不清楚的东西。但他不再为他辩解了，也不再劝我忍了。我们的墙终于砌实了，但有一个消息让我开始担心起来。江泽阳从南苑旧居拿东西回来，带了些消息，说钱秀凤在小叔子家过得也不顺心，林苏对她防备得很，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好哄。钱秀凤想占一点便宜都没有，还说江泽峰炒股亏了，想让钱秀凤拿养老津贴。我听完心里有点复杂，不是可怜她，是担心林苏。林苏跟我不一样，她性子软，一直是那种能忍就忍的人。钱秀凤搬过去绝不是单纯去帮忙的，她是去找回掌控感的。在我这里失去了，她要去另一个地方找回来。我想给林苏发条消息问一问，但又觉得也许林苏能应付，毕竟那天在锦和苑，她抱着孩子进卧室关门，用行动表明了态度。她不是没有底气的人。我按了按手机屏幕，没有发出去，先等一等，看看她能撑多久。我把手机放回桌上，走进厨房，打开冰箱，拿了一瓶水，冰箱里还是满满的。这件事给了我踏实感，以前的空，现在的满，两种感觉不是同一个世界。那个周六，阳光很好，我睡醒，江泽阳不在家，桌上有张纸条，去超市了，等我。我走进厨房，打开冰箱，里面塞得满满的蔬菜、水果，还有各种零食。我站在那里愣了一下，拿出来洗了一大碗，坐到阳台上，一颗一颗吃，甜的，甜到心里去了。我想起刚结婚那年，我买过一次黑草莓，舍不得自己吃，放进冰箱，打算留着周末吃，结果第2天就被钱秀凤拿走了。那时候我把那个空位置盯了好久，现在冰箱满满的，最显眼的地方是黑草莓。那个空冰箱的冷已经很久没有想起了。江泽阳提着2大袋菜回来了，额头上都是汗。他看见我，绕到身后抱住我。黑草莓好吃吗？好吃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没有放弃。我转头看着他，阳光把他的脸照得很温柔。我心里想，我不是没放弃这个家，我只是再也不愿意放弃我自己。那个冰箱，那件红大衣，那把备用钥匙，都变成了我生命里很重要的东西。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有多重要，是因为那些时刻我选择了自己，
选择了自己，才有了现在这个家，才有了身边那个真正站在我这边的人，才有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。就在这一刻，我的手机震动了，林苏发来一条消息，内容只有一句话：嫂子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林苏发来的那条消息让我知道，钱秀凤在那边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。她打来了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是在偷偷说话，开始管孩子吃什么穿什么，逼林苏喂母乳，说奶粉不好。林苏说奶水不足，她说林苏懒，说她不心疼孩子，穿多了嫌热，穿少了嫌冷，每一件事都要按她的意思来。嫂子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越忍他越过分，我不说他又说我不尊重他。我听完想了很久，才说，苏苏，你想想，以前我在你家，我是怎么做的？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，嫂子，你的冰箱？对，就是那个冰箱。我当时什么都没有，只是把婆婆自己的逻辑原封不动还给了她。你不需要反击什么，只需要让她的每一句话都变成堵住她自己嘴的话。林苏又沉默了一下，说好，她试试。挂完电话，我靠在椅背上，我知道钱秀凤这一关，林苏一定会过的，但在那之前，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她能扛住吗？事情在一个普通的周五傍晚爆发了。林苏趁孩子睡觉，偷偷去楼下买了进口奶酪，98块给自己补补。钱秀凤翻了林苏的账单，发现了这笔支出，当场就发作了。你看看你，孩子喝奶粉就够费钱的，还买这种冤枉东西，泽峰的钱是大风刮来的。林苏抬起头，声音平静，婆婆，那是我自己的钱。你自己的钱，家里的开销全靠泽峰，你买这些是败家。婆婆，我和泽峰的收入我们自己安排，你不用操心。这是林苏第一次当面直接顶了婆婆。钱秀凤愣住了，站在那里，脸青一阵红一阵。林苏转身去给孩子换衣服，没有再说话。然后林苏给爸爸买了套茶具当生日礼物，280块。钱秀凤又发现了，胳膊肘往外拐，往娘家送钱。你以前没这毛病，现在翅膀硬了，都是你嫂子教的。婆婆，我的娘家，我自己决定怎么孝顺。林苏提起了那个名字，嫂子当年做的事，我也看在眼里，我可不像以前那样，任由人把我家东西搬走。钱秀凤一下愣住了，那件事，那个冰箱，那一天的名场面，她没想到林苏会提起来，更没想到林苏也学会了。林苏那天的话，把钱秀凤气得浑身发抖。江泽峰下班回来，正好撞见这一幕，一边是坐在地上哭的钱秀凤，一边是抱着孩子表情平静的林苏。江泽峰夹在中间左右为难，看这个看那个，半天挤不出一句话。钱秀凤见他回来了，立刻换了嘴脸。泽峰，你评评理，我好心来帮忙，你媳妇就这么对我，你不管管她？江泽峰看向林苏，想让他先退一步。林苏没退。泽峰，你妈这段时间管孩子穿什么吃什么，管我的账单，不让我回娘家送礼物，我忍了很久了，今天说了一句实话，就变成我的错。两边都不肯松口，最后钱秀凤祭出了她的杀手锏。我不活了，死给你们看。江泽峰急了，手忙脚乱的去拉他妈。林苏抱着孩子平静的看着。泽峰，你妈要留在这里，我就带孩子回娘家，要么让她走，要么我们离婚。景和院那晚，整栋楼都能听见争吵声。江泽峰最终把钱秀凤送去了南苑旧居，让江建国看着他，以为这样就暂时平息了。他不知道钱秀凤根本不会善罢甘休。钱秀凤在南苑旧居也不消停，每天给江泽峰打电话，要么哭要么骂，逼他跟林苏离婚，说林苏不孝顺，要么就是逼他把他接回去，说要陪着儿子。江泽峰被折腾的整个人瘦了一圈。林苏这边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悄悄把家里的钱转到了自己名下，东西也都收拾整齐了，只要钱秀凤再来，他就带孩子回清怀路。那天江泽峰上班去了，门铃响了，林苏看猫眼，是钱秀凤，他站在门后没动，外面开始敲门。开门，我就是来看我孙子，你凭什么不让我进？林苏抱起孩子站在门后，一声不吭。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大。我这是做了什么孽，生了2个儿子，连孙子都见不着，老太太命苦啊。走廊里有动静，是邻居开门探头。钱秀凤哭得更大声了。林苏给江泽峰发了消息，你妈在门口哭闹，来处理。门一直没开。
江泽峰赶回来，楼道里围了邻居看热闹，钱秀凤还在门口又哭又拍，嘴里骂着林苏狠心。江泽峰满脸通红，去拉他。江泽峰低声说，钱秀凤不管，继续嚷。江泽峰拉不住，直接架起他塞进了电梯。回到车里，江泽峰说了一句话：妈，你今天这样，我们家在这小区没法住了。钱秀凤一下哭小声了。江泽峰看着他，第一次认真说，以后也不给你生活费。钱秀凤被这句话吓住了，不敢再哭。江泽峰把他送回了南苑旧居，叮嘱江建国以后一定要看好他，不要让他再去打扰林苏和孩子。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，但我知道钱秀凤不会就这么认了，她只是在等下一个机会，而那个机会比我想象的来得更快。林苏也预感到了，她没有松懈，一直在等钱秀凤的下一步棋。江泽峰那句不给生活费暂时镇住了钱秀凤，她不再去锦和苑门口闹，改成了打电话，一天好几个，给江泽峰打，给林苏打。林苏把他拉黑了，钱秀凤又让江建国去劝，江建国也劝不动，他的每一条路都堵死了。从那以后，钱秀凤整个人颓了，每天坐在南苑旧居的沙发上发呆，对着江泽峰的照片哭，说命苦，说儿子不孝顺。江建国听多了也烦了，偶尔跟江泽阳打电话，声音里带着叹气。江泽阳把这些话带回来告诉我，说他爸跟他说，你妈整个人不对了，说自己也后悔了，当年管太多孩子的事，让孩子受了夹板气。我听完心里有一点感慨，不是同情，是感慨。人总要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价，不是现在就是以后，只是钱秀凤这个代价来得这么快，这么彻底。但林苏那边风暴还在酝酿，那颗埋得很深的地雷马上就要被引爆了。那颗地雷是江泽峰的炒股账户，林苏是从一张账单里发现的，先是3万，再是5万，2个月之内少了将近15万。但让林苏真正寒心的不是这笔钱，而是另一笔记录，钱秀凤的养老金卡。在江泽峰第2次转账之后，一个偷偷转钱去炒股，一个偷偷拿出养老金去填窟窿，2个人瞒着他，还觉得做得很密。林苏把所有截图存进手机，没有声张，继续每天该吃吃，该睡睡，表面上什么都不知道。江泽峰以为他真的不知道，还在夜里对着手机研究下一只股票代码。这件事是江泽阳听林苏说了之后转告我的。我听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林苏这次是真的不会再忍了，他不是在等机会，他是在准备好了就把一切摊开来。那一刻即将到来。我想给林苏发消息，告诉他我听说了这件事，但想了想还是没发，有些仗得靠自己打。林苏准备好了，他会知道怎么做的。那一天，江建国打电话过来，说钱秀凤情绪一直不好，想让我们去看看她。江泽阳看着我，没有催，等我决定。我想了一下，说去吧。南苑旧居还是那个老旧的小区，楼道里有陈旧的油漆味。钱秀凤坐在沙发上，脸色蜡黄，人比上次见到时瘦了一圈，眼神也不再有以前那种锐利。她看见我进来，站起来走过来，拉住我的手，眼眶开始红了。婉宁，我之前对不住你，那段时间我太糊涂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他的眼神里有讨好，有不安，和以前见到我时颐指气使的样子判若两人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没有把手收回来。妈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以后各自过好日子就行了。我说的是真心话，不是原谅，是放下。那些被搬空的冰箱，被拿走的东西，3年里积累的所有委屈，不会因为他几句道歉消失，但我也不打算让那些东西继续压着我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松了一口气。我和钱秀凤大概就是这种关系了，不亲近，但也不再是敌人，这就够了。林苏给我发来消息，说钱秀凤又来看孙子了，但这次和以前不一样。她来了，抱了孩子，带了不到1个小时，没有管孩子穿什么，没有管吃什么，说2句就走了。林苏说：“嫂子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感觉她变了。”林苏说：“我现在才明白你以前是怎么做到的，你是怎么让自己那么平静的？”我想了一下，才回他：“苏苏，你越忍，他越觉得你没有底线，你守住了，他才知道你有分量。平静不是不在乎，是你心里清楚自己要什么，
不要什么？林苏沉默了一会儿，说懂了。然后他说了一件事，上周钱秀凤来想插嘴管孩子，林苏平静地说，妈，孩子的事我自己管，你不用操心。只是笑了笑，没再说。林苏说，嫂子，那一刻我跟你当初一样平静了，只是我也知道，林苏真正的考验还没有到来，那颗地雷还埋在地下，等待被引爆。林苏发现了那些截图之后，等了整整3天。3天里，江泽峰回来就盯着手机，一句主动解释的话也没有。林苏问他最近工作怎么样，他说还好，就是累。林苏问他账户上的钱怎么少了那么多，他顿了一下说，哦，买了点东西，没事的。林苏没再问，心里什么都明白了。那天晚上，江泽峰又在看股票代码，林苏坐在他旁边，把手机放在桌上，手机屏幕朝上，日期、金额一清二楚排在一起。江泽峰放下了手机，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林苏没有嚷，没有哭，声音平静的出奇，只问了他一句话：泽峰，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？那句话落地，客厅里静得连呼吸都听得见。江泽峰张了张嘴，又闭上了，沉默了很久，才开口，声音很低：我炒股亏了，一直想翻本。林苏听完，只是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等他自己把剩下的话说完，那一刻的林苏像极了当年的我，拉开空冰箱，平静地站着，等待真相出来。江泽峰盯着那些截图，脸一阵白一阵红，把所有的事情一点一点说出来了。炒股亏了将近15万，想翻本没翻成，去找了钱秀凤，钱秀凤把养老金取出来填窟窿。我以为赚回来了就没事了，我不该瞒你。没有。你让你妈取了养老金，告诉过我吗？没有。林苏听完，没有骂，也没有哭，他把那几张截图收进手机，站了起来，走到抽屉前，打开，把江泽峰的工资卡拿了出来。我只是要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家里的钱我来管，这不是商量。江泽峰正在那里，没有反对。林苏把工资卡放进自己的包，转过身看着他，然后想清楚我们这个家往哪里走。那一刻，林苏真正完成了属于他的那一步。他后来打电话告诉我，声音平静，平静的有点陌生，又有点让我放心。林苏接管了财权，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，但钱秀凤知道了，他打电话给江泽峰，把林苏骂了个遍，说他管太宽，说他觊觎儿子的钱，说他连男人的卡都要拿走，是想把钱往娘家转，这边安抚，那边道歉，两边都不得罪。林苏听他转述钱秀凤的话，当场发作。他把你的钱拿去填炒股窟窿，现在来说我管太宽，那是我们家的钱，他什么时候问过我？你先冷静，我妈不是故意。泽峰，他每次都不是故意的，但每次吃亏的都是我。两人大吵，声音越来越大。林苏把孩子收拾好，背上包，打开门就走了。你去哪？回娘家，想清楚了再来找我，想不清楚我们就去民政局。门在身后关上，声音很重。江泽峰一个人站在客厅，大概是第一次真正明白，林苏不再是那个能忍就忍的人了。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，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那种感觉叫做欣慰。林苏带着孩子在清淮路娘家住了2天，江泽峰来了，站在门口有点狼狈。林父、林母都在，坐在客厅，看见他进来，点了点头，没有多说。林苏抱着孩子在里屋，没有出来。苏苏，是我不好，我来道歉的。里屋没有声音。那笔钱是我的错，我不该瞒你。我妈那边我去跟她说清楚，以后再也不让她插手我们的事了。林苏从里屋走出来，站在门口，抱着孩子，表情平静地看着他。泽峰，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你去跟你妈说清楚，让她彻底停手，要么我们去民政局，一人拿1半，你自己想好了告诉我。江泽峰在林父林母面前低下了头。我去跟她说，我去。他转身出了门，去了南苑旧居。那天他跟钱秀凤说了什么，我后来才知道。林苏说江泽峰回来时眼眶是红的，抱起孩子坐了很久，什么都没说。那个沉默和以前的沉默不一样，是一个男人终于想明白了之后的沉默。江泽峰去了南苑旧居找钱秀凤谈，钱秀凤还是老一套，哭，说自己命苦，说林苏不孝顺，说江泽峰被媳妇管死了，不像个男人。以前这些话江泽峰听了就去安慰，这次他没动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开口说：
妈，你还记得哥和嫂子的事吗？钱秀凤愣了一下。你把哥家冰箱搬空，嫂子被逼得要离婚，你知不知道哥那时候日子有多难？那是你嫂子小气，不懂事。妈，不是嫂子的问题，是你把哥家的日子当成自己家来管了。你现在对林苏也是一样。钱秀凤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哥以前差点因为你离婚，我现在也差点因为你离婚，2个儿子你都不要了吗？钱秀凤的眼泪流下来了，不是那种撒泼哭闹的眼泪，是真的被戳到了，是真的哭了。她沉默了很久，低下头，说了3个字：是我错了。林苏后来告诉我这件事，声音很平静。他说：“嫂子，他终于明白了。”我说：“是，他明白了。”那天，江泽峰带着钱秀凤来到了清淮路林家。钱秀凤换了件整洁的衣服，头发梳得平整，眼圈是红的，人比以前显老了好几岁。林苏开门，他妈妈走过来，在他身边站着，一句话没说，就那么陪着。林父坐在沙发上，表情平静，是那种历经世事的普通人的平静。钱秀凤坐下来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才开口：“亲家，我今天来是专门来道歉的。”林母没说话，看着他。我以前对苏苏不好，管太多，还在他门口闹过，那是我不对，以后我再也不去打扰他们了。泽峰的事我也不插手了。林父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孩子自己的日子自己过，你们双方都少干涉，日子才能过好。”您说的对，我之前太糊涂了。江泽峰站在旁边，一句话都没说，但林苏看见他的眼眶红了。林苏坐在角落里，看着这一幕，心里那口气才慢慢松开了一点。不是因为婆婆道了歉，是因为这一次江泽峰他明白了。道了歉，林苏回了家，但他也提出了几个条件，一条一条说得很清楚。你妈以后不能常住，只能偶尔来看孩子，来了不能管家里的事，孩子怎么养我说了算，家里的钱继续我管，有意见吗？江泽峰一条一条都答应了，钱秀凤也答应了。那个以前说1不2，恨不得掌控2个儿子家的钱秀凤低着头，一条一条点头。林苏后来跟我说，嫂子，我当时看着她也没有特别解气，就是觉得终于有个了断了。爽感是有的，但爽感过去之后，剩下的是一种平静，是真正不再被那个人左右的平静。锦和苑完成了格局的重置，一个婆婆2个儿子家，她以为能掌控所有人，但2扇门终究都关上了，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2个家，2个儿媳，用不同的方式走到了同一个结果。钱秀凤的控制欲终于被迫停了下来，不是因为她想停，是因为无路可走了。我们以为那件事就过去了，钱秀凤消停了2个月，突然又动了。她找来了她娘家的几个亲戚，在南苑旧居摆了一桌，把江泽阳和江泽峰兄弟俩都叫过来，当着亲戚的面开始哭。我这辈子为了这个家省吃俭用，现在2个儿媳妇把我赶出门，你们舅舅你们姑来评评理。他说的声泪俱下，周围几个亲戚都皱着眉头，有人已经开口说，这儿媳妇也太不像话了。我接到江泽阳的电话时，正在家里做饭，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很低，有些为难。婉宁，我妈在这边把舅舅姑妈都叫来了，说你对她不好，你能来一趟吗？我停了一下，心里清楚，这一次他是铁了心要当众翻盘的，他选了这个时机，选了这些人，就是要用人多压垮我。好，我过去。我关掉灶台，摘了围裙，给林苏发了一条消息，来，我们一起过去。林苏回了3个字，马上到。这一次我们不单独应对了。我和林苏推开南苑旧居的门，屋里坐了7、8个亲戚，都看着我们。钱秀凤坐在正中间，眼眶红着，见我们进来，立刻转向那些亲戚，声音拔高了：“你们来了，你们说说，我哪里得罪你们了？”屋里有人跟着附和，说了几句风凉话。林苏站在那里，一句话都没急着说，等那些声音停下来才开口，声音很平静：“妈，您现在说我们对您不好，那您能不能告诉大家，我们家冰箱被搬空7次是谁干的？”钱秀凤愣了一下，我接着说：“还有，江泽峰家里炒股亏了15万，您把养老金取出来，给他填窟窿，有没有告诉过我们？”屋里的亲戚们表情开始变了，7次15万，2个数字，比任何委屈都有说服力。那都是一家人。妈，一家人，所以要讲道理，对吗？那位最先说儿媳不像话的舅舅，
这时候嘴巴合上了，一句话都没说。钱秀凤环顾四周，发现没有人站出来帮她，脸色一阵白一阵红。屋里安静了很久。钱秀凤的2个姐姐原本说要帮她说话的，这时候坐在那里互相看了一眼，都低下头。我和林苏站在那里，没有激动，也没有解释，只是把每一件事一条一条说出来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清楚。妈，我们不是不尊重您，是您每一次过来都要拿走我们家的东西。7次，3年7次，妈，这不是小事。有个亲戚轻声问，真的有7次？我说第1次是开业那年，冰箱里放了3天的备料，全搬走了。那个亲戚闭上了嘴。钱秀凤的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但她娘家那个最能说话的姐姐拉了她一下，轻声说，秀凤，这事是你不对。那几个字比我们说的任何话都管用。钱秀凤愣在那里，第1次没有立刻反驳，低下头沉默了很久。是我不好。那4个字说得很轻，但屋里所有人都听见了。我和林苏对视了一眼，都没有说话。有些胜利不需要说出来，站在那里就够了。那次的事传开了，钱秀凤的娘家亲戚把那天发生的事告诉了更多的人，说钱秀凤当着大家的面承认了，说她不对，是她搬了儿媳的东西，不是儿媳不孝顺。这在她那个圈子里等于社死了一半。她的老姐妹发消息来问，说你真的把儿媳冰箱搬空7次？钱秀凤没回，关掉了手机。江建国知道这件事之后，脸上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表情。等钱秀凤出了门，低声跟江泽阳说，你妈这辈子只知道要强，这一次算是摔了个跟头，你们2个家好好过，别学你妈。江泽阳没说话，点了点头。我坐在旁边没有说什么，有些话不用我说，他自己已经懂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江泽阳握住我的手，说了一句，宁，谢谢你还在。我握紧了他的手，没有说话。有些话握着就够了。那条路我们走的比以前踏实，有些弯路走过了，才知道直路有多好走。这一步我们走对了。1周后，钱秀凤主动打来电话，让我们一家去南苑旧居吃饭。我没有拒绝，我和林苏一起去。那顿饭的菜是我没想到的多，红烧肉、清蒸鱼、炒青菜，都是我们平时喜欢吃的。饭桌上，公公江建国坐在正位，钱秀凤忙前忙后把菜一盘盘端出来。跟以前不一样，她这次没有坐下来就讲话，端完菜才坐下，低着头，过了很久才开口。婉宁、苏苏，那些年妈做的那些事，是妈不对。林苏先说了一句，妈，我们都过去了。我看着钱秀凤的侧脸，她以前坐在这里说话的时候，眼神是俯视所有人的，现在眼睛是垂着的。妈，好好过日子就行。她抬起头，眼眶有点红，没有再说什么，拿起筷子给我和林苏各夹了1筷子菜。那一刻是3年来她第1次给我夹菜。我接了那筷子菜放进嘴里，没有说谢谢，只是点了点头。有些事不需要说出口，彼此心里都清楚了就够了。那顿饭过后，钱秀凤消停了。真正的消停不是表面的，是骨子里的。她不再来2个儿子家，不再指指点点，不再用孝顺和一家人来绑架任何人了。钱秀凤上周来看孙子，临走前孩子要糖，她掏了1颗塞完就走了，没有多做，没有多问一句。嫂子，他真的不一样了。苏苏，不是他变了，是他摔了那个跟头，摔明白了。林苏说懂了。我放下手机，走进厨房，打开冰箱，里面塞得满满的蔬菜、水果、零食。最显眼的地方放着1盒黑草莓，那是我上周自己买的，没人搬走，就在那里完完整整的。我拿出来洗了几颗，放进嘴里，甜的，甜到心里去了。那个空冰箱的冷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。我站在厨房里，什么都没说，心里却比任何时候都踏实。以前这个冰箱空着的时候，我以为那是他在欺负我，现在他满着，我才明白那不过是他的局限，与我无关。那次的事传出去以后，钱秀凤在他那个圈子里，原来那些说儿媳不孝顺的人，现在见到他都不提这件事，心里明白着呢。江泽阳说他妈最近偶尔打电话，
以前是开口就要，现在是问身体好不好。说完就挂，不多说。妈不知道往哪里使劲了，最近给我们寄了包菜，总比搬冰箱强。他愣了一下，笑起来了。那个冰箱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词，说起来不再是委屈，是轻描淡写的一件事。我开始做自己的事，不是大事业，只是个小工作室，做的是我一直想做但没时间做的事。第1个月收入只够交房租，但我坐在那个小小的工位上，心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轻。钱不多，但每一分都是自己赚的，那种踏实是什么都给不了的。江泽阳收到我开业的消息，发来一条语音，只说了一句：婉宁，我为你骄傲。我听着那句话，眼眶有点热，不是因为感动，是因为我也为自己骄傲。那天下午，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我坐在阳台上，手边是一杯茶，没有做什么，只是坐着，想了很多。想起在南苑旧居，钱秀凤当着那些亲戚的面，低下头说是我不好，4个字说得很轻，但那是3年里她说过最重的话。我那时候站在那里，心里没有觉得解气，只是觉得这件事终于有了一个说法。3年7次，每一件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，都有代价。想起穿上红大衣锁上门走出去那一刻，脚步很轻，但每一步踩得很稳。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替自己站出来，不是赌气，不是报复，是清楚的知道我值得更好的对待。那些委屈，那些不甘，真实的发生过，也真实的让我痛过，更真实的让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夕阳把阳台照得暖洋洋的，我喝了一口茶，甜的，是走过了苦才知道甜是什么感觉。那一刻，我为自己当年的选择由衷的庆幸，庆幸我没有忍下去，庆幸我选择了说出来，庆幸我没有把委屈当成理所当然。那个穿红大衣锁上门走出去的我，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事。钱秀凤有一次打来电话，说想跟我单独聊聊，问我能不能去一趟。我去了，江泽阳没跟着，只有我和他2个人坐在客厅。江建国识趣地说出去买东西走了，他端来一杯水放在我面前，坐下来，沉默了很久才开口：婉宁，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，我这辈子把2个儿子管得太紧了，我以为那是爱，现在才知道那不是爱。我没说话，听着他说，真正的亲情是放手，是看着他们过好日子，不是把他们捏在手心里，那不是爱，那是控制。我看着他，他眼里没有了以前的强势，只有一种迟来的微微有点苦涩的平静。妈，懂了就行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他点了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那个下午没有吵架，没有算账，只是2个人坐在一起，各自想着各自的事。窗外偶尔有风，老旧的小区很安静，该了结的都了结了。嫁进来3年，钱秀凤把我家冰箱搬空了7次，上千块的帝王蟹、法式鹅肝一样没剩。那一天我彻底不忍了，那些事好像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了。那个拉开空冰箱站在厨房门口愣住的我，那个穿上红大衣拉开门走出去的我，那个平静地说出家里的钱我来管的我，都是同一个人，只是走了很长的路之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那天清晨，江泽阳还没醒，我起来走进厨房，打开冰箱，里面塞得满满的蔬菜、水果、零食，最显眼的地方放着一盒黑草莓。那个空冰箱的冷已经很久没有想起了。我拿出黑草莓，洗了几颗放进嘴里，甜的，甜到心里去了。我站在厨房窗边，阳光从窗缝里透进来，照在我手里那颗黑草莓上。我轻轻地想，这个家我守住了，这段婚姻我没有放弃，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没有放弃我自己，我的爱人，我的家，还有我自己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我把剩下的黑草莓放回冰箱，留着等江泽阳起来一起吃。那个空冰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，它只是一个冰箱，但它也是一切的开始。